就是川普团队在准备从中共国的北京国际机场离開中共國的時候，當着全世界記者的面，把所有中共給的東西，什麼臨時證件呀、徽章啊、議題資料啊、手機電子設備等等，只要是中共給的東西啊，任何東西 everything 全扔到了垃圾箱裡，一個不留。這個在國際外交活動中屬於絕無僅有的一種很罕見的景象。就為什麼呢？就是說擔心中共國給的東西裡面帶什麼，正常情況下也會這樣。以前每一次美國的高層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一樣啊，擔心這些裡面夾帶了什麼芯片呀、竊聽設備呀，甚至生物病毒等等啊，不管是為了竊密也好，干擾美國通信也好啊，等東西也好，不管是什麼啊，甚至於可能試圖影響美國的健康安全，不管是什麼吧，這些東西是一定会被扔掉、会銷毀的。但是基於國際禮節，所有的拋棄或銷毀行為，以前全部都是在飛機上，就是美國的飛機上，反正就是外人看不見的地方去進行。啊，國外也會這樣，反正看不見，至少有個外交禮儀嘛，所以全部過程都很隱秘。不然的話，你想當着人家面，人家給你的東西，你當着人家的面全都扔了，扔垃圾箱裡，這就是一次侮辱人的一個行為。但是這一次，川普的訪華團隊當着中共政府官員，這不光是這個啊，還有全世界各大報社的記者，把中共給的所有東西直接就扔到了垃圾箱裡，又一次巨大的侮辱。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看得出來了，這次川普訪華給世界透露的信息是什麼？從最開始公告我不是國事訪問，我是去賣貨了，到飛機國務卿盧比奧穿馬杜羅同款囚服照相給全世界媒體，再到自己一眾商業大佬直接跟川普一起跟習近平進行政治對話。我看這些生意人都坐在這兒，你怎麼聊你的話題，對吧？你怎麼說，怎麼張嘴去聊你那些政治話題一直到最後離開中國的時候，當着全世界媒體的面，把所有中共給的東西全扔到垃圾箱裡，紙片都不留。不光扔進去，而且白宮幾個隨行的負責人還在自己的博客裡寫了，任何中國給的東西全都不能要，全部都直接扔掉。所以呢，川普實際上借着這次訪華的機會，等於一次又一次的把這個傻逼習近平摁在地上摩擦。最狠的是什麼？就是這個事兒跟以前訪問的不一樣的在哪？就是這10件事，上次的9件加這1件，這次川普訪華這10件對中共侮辱、對習近平侮辱的事兒，全部都是中共國的媒體完全不敢報道的事情。就你怎麼報道你去之前還在高調宣傳台灣問題，中共說的是這一次會談的主要議題，結果會議上習近平提3次，川普搭理都不搭理。你咋說媒體？你敢報道說美國特勤局的人在北京的天壇跟中共國的軍警發生衝突，打傷了2個中共國的軍警，你敢報道嗎？就連你威脅美國的方式，你敢不敢自己說我們有3萬名中國人在美國非法滞留的移民，美國多次敦促遣返，中共國就是不接回国，不讓回來，就这事你敢報道嗎？所以川普很有意思，就是这一次川普訪華10件侮辱習近平的事兒，侮辱中共的事兒幹完了，極端侮辱，然後中共一次都不敢說。所以呢，其情節很類似滿清末年外國人跟滿清簽協議的那種模式不斷的對中共的老佛爺傻逼習近平進行各種侮辱，然後在會談中對於中共的主題提的主題，美國全都不搭理，理都不理，而美國提的主題，中共必須全都回應。那裡面如果有沒有讓川普滿意的回應呢？
川普回頭會繼續折騰你，這是我預言過的，現在就開始折騰了，馬上咱就看到了沒夠，那這麼玩命的去羞辱你，這麼多的去幹，摁在地上摩擦，傻逼習近平幹嘛？全程笑臉相陪，你們看見了嗎？開會去天壇吃晚宴，全程笑臉相陪，而且這麼侮辱完了，川普都走了回國了，這傻逼習近平竟然在國內對美國什麼狠話都不敢說，全是好恭维，沒問題，特別棒的詞兒，一句都不敢说。那跟这個傻逼習近平相反的是什麼？川普我說不滿意啊，川普回美國一天以後，5月17號，美國的貿易代表格里尔就代表白宮，直接說代表白宮，在 CBS 電視台發表了對全國的一個公開講話，說什麼？按照總統的命令，從今年的3月11號開始，已經對中共國進行結構性產能過剩的大規模調查，301調查美國政府如果最終認為單方面就可以中國的行為損害了美國的貿易利益，根據301調查規定，美國就要進行報復。所以只要確認中共國存在產能過剩，向外傾銷，美國將，這都是格里爾說的將對中國實施加徵關稅、收取服務費設定進口配額3大制裁手段。接着格里爾在講話裡說，下面這個很厲害說什麼？這是代表總統這講話，鑑於美國對台灣的軍售是北京高度敏感的話題，川普總統正在權衡如何在不影響美中關係穩定性的前提下，繼續加快推進美國對台灣的軍售。聽明白了，還得賣武器，還要推進。那前提是什麼？不影響美國和中國關係。那怎麼能不影響中國慫斃了，不就不影響了嗎？接着同樣是這17號，這格里爾講話前1個小時，白宮剛剛公告了這次川普訪問中共國的成果清單。除了務虛的以外，清單上特別列明，中共政府對美國談到的稀土問題、關鍵礦產短缺問題等進行了積極的回應，而且批准了中共首批要採購200架波音飛機的單子，且中共政府承諾2026年、2027年、2028年按比例每年遞增至少購買17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恢復400家美國牛肉加工廠的過期認證，恢復美國農業部認定的無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的家禽進口等等。你看人家美國公告，这中國答应了什麼，承諾了什麼？公告完，中國敢否認嗎？不敢，直接說了，公告完了，人家格里爾馬上就說，對你進行301調查，可能嚴肅的制裁。所以呢，就是你看看川普在幹嘛就是川普首先这次從中國回來已經帶來了，就這次公告說這麼多好的貿易結果，帶回結果來看完了以後，接着說怎麼樣一點都沒影響幹嘛？我對中共國進行的結構性產能過剩的調查。潛台詞是什麼因為中共國大批企業都是依靠大量政府補貼和低成本融資支持做生意的，這不是商業行為，做的產品是對全世界傾銷。中共借此建立了遠超本國市場需求的超大規模制造能力，然後把終端產品對全世界傾銷，擠壓了美國的工業制造業，導致美國出現去工業化和制造業衰退。所以我得治你。而且中共國幹的這個事兒，全世界都能清楚的看見，誰也掩蓋不了。所以我要對你實施的是什麼？3大制裁手段：加徵關稅、收取服務費、設定進口配額。但是這個川普厲害在哪兒？看講話格里爾說的，他希望在不影響美國和中國關係穩定的前提下，還能加快對台灣實施軍售。
啥意思？如果傻逼習近平你自己直接就在台灣問題上讓步了啊，不光不逼着美國表態啊，而且还不要武装騷擾台灣了，对，那我可以幹嘛？让我马上把这次军售跟台灣干完，我就可能暗示在这次结構性产能过剩调查301調查中放水，不马上對你實施加徵關稅、收取服務費、設定進口配額的3大制裁手段。對呀，因為我說了，在不影響美中關係的前提下，我要推進對台灣的軍售。所以如果我給你臉了啊，讓白宮貿易代表說到這份上了，你要不要臉，那我就啟動301調查，好吧？啊，而且軍售的事我肯定要幹，已經告訴你了，對吧？你別揣着明白裝糊塗，不買我的賬啊！301調查3大措施你要受了，軍售你也得挨着。但我要給你臉，你要臉了，你台灣問題讓步了，那我可能對你的3大處罰措施會緩一緩啊。但是台灣這個我要着急，這川普怎麼可能不愛錢呢？台灣真金白銀的購買軍事武器，川普肯定高興啊。所以呢，關於川普訪華第10個事我講了，就聊這麼多啊，大家都可以看，全是公開的新聞。就從這個事上，大家就能見識到這超級大國領導人政治手段，川普的政治手段。就這次博弈裡面，你看這傻逼習近平啊，這麼一次又一次的被川普在地上公開的摩擦、侮辱，連個屁都不放，一直極慫。你們想想，這跟他幾年前那個東升西降鮮明對比吧。所以下面要說的就是這個鮮明對比產生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這個傻逼這麼慫？習慣看歷史，看事實，對吧？啊，我老講這個東西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不唯一咱不說，但肯定是啊。所以看實踐就是最重要的，擺事實講道理。那中國共產黨在目前中共國這塊土地上建黨100年了。這100年的歷史中，你們會發現一個特別典型的規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什麼時候會橫，什麼時候會慫，這個規律特別典型，不是以中國共產黨自身是否強大為條件，而是以誰在中國共產黨這個黨裡面獲得最大的控制權力為條件的。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啊，比如說毛澤東吧，1931年到1935年也曾經恨過的毛澤東變得超級慫。為什麼？因為代表蘇共的博古和李德來掌控中共了，博古李德說啥就是啥，再蠢的事兒毛澤東也乖乖的堅定的去做。因為毛泽東在中共的黨內沒有控制相關的權利，所以這個時候代表蘇共的博古李德牛逼，儘管紅軍勢力一點不強大啊，但是他們在黨內就是牛逼，所有的違規堵截都不影響博古李德的豪橫。那什麼時候毛澤東又橫了呢？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就開始橫了，但是是有限度的在軍隊裡面橫。畢竟遵義會議之後，當時黨內的一把手還叫張聞天，斡旋操控周圍的實權的周恩來。遵義會議上確認的是毛澤東是軍事路線的第一指揮人啊，紅軍軍事路線第一指揮人，所以在軍隊指揮上開始橫。那毛澤東特別橫的時候，在解放前什麼時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之後，毛澤東在中共就超級橫了，因為在這次運動中實現了思想統一、路線統一、軍權統一、幹部體系個人化，毛澤東借此成為中共無人替代的絕對核心，所以毛澤東那個時候豪橫啊，無人可敵。但是中共的力量那時候真不強大，之後介入抗日，中共形成了國民革命軍第8路軍啊、新四軍等等，然後再加上後來抗日結束啊，借助蘇聯力量去打國民党，毛澤東又慢慢的不橫了。誰橫？蘇聯代表又開始橫啊。
直到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这个时候，蘇聯對中共的影響極大，所以為什麼把東北全拉走了？中共連個屁都不放。再加上大量民主黨派跟中共的深度合作，才導致中共能夠奪權，形成了複雜的合作關係。劉少奇、高崗等人在抗日和國內內戰中，都在中共黨內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而毛澤東在黨內的個人崇拜化趨勢沒有成型，所以不橫。那這種慫到什麼程度呢？咱們都知道，自己的親兒子唯一的國家希望啊，跟着彭德懷，毛岸英跟着彭德懷支援朝鮮被炸死了，毛澤東都沒表現出對彭德懷多大的負面情緒。大家想想啊，如果中國哪個王朝，比如李世民的太子跟着某位將軍打仗，結果太子戰死了，將軍回來了，那別管戰爭輸贏，大概率這將軍得砍了，最少得削職為民。可是彭德懷回國還被重用了，不是毛澤東不恨他，後來玩命整就代表恨他，是毛澤東自己覺得那時候在黨內沒有形成絕對領導啊，雖然新中國勢力很弱不重要，關鍵是黨內領導，所以毛澤東慫着。那直到1958年之後，毛澤東幹掉了高崗、彭德懷等在內的大量的政敵啊，讓劉少奇完全臣服，讓林彪開始推行全面個人化崇拜以後，毛澤東又進入了超級窮橫的狀態。所以3年災難也好啊，蘇聯反目成仇也好啊，說蘇聯修正主義，那窮橫的毛澤東無所謂啊。蘇聯要實施外科手術般的核打擊，毛澤東就接着，只要中共黨內無人挑戰，毛澤東黨內領導人就橫。經濟多少問題，社會多少問題，國際多少問題無所謂。所以毛澤東在那個時候文革小組說成立就成立，自己媳婦兒說上位就上位。毛澤東如此，江澤民也是如此。鄧小平活着的時候，由於黨內控制權沒有把握，所以江澤民完全慫着，鄧小平說啥就是啥，跟三孫子似的。但是等鄧小平一去世，江澤民把控了中共內部的權力，馬上豪橫，把軍隊所有核心領導都換了，都變成他自己的人。我啥意思？跟大家擺事實講道理，就是中共領導人從中國共產黨建立開始到現在，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他們的橫與不橫是以其在這個黨內對獨裁統治控制權力多少決定的。至於這個黨外面的帶領的軍隊強弱、國家強弱、貧寒、敵人是不是很厲害，不在乎，不在乎經濟社會民生國際環境餓死幾千萬人也好，63、64對民眾開槍也好，只要黨內能夠控制就豪橫，不能控制就慫着。這就是黨內的位置決定他們的態度為什麼？因為只要能控制黨，而黨呢又能控制國家和人民，所以他就豪橫。文革死幾百萬人，黨只要能輕鬆控制國家沒問題。現在的朝鮮跟當年的中共是一樣的，朝鮮領導人金三胖超級豪橫，是因為政權穩定。那有沒有慫的時候？有啊，剛接班的時候特別慫，對吧？當時為什麼不穩定？但凡接班穩定，把權力都控在手裡了，把當年不穩定的對手全弄死了，直接弄死金三胖就開始超級豪橫。共產黨的特點大家發現了，世界都不放在眼裡，別看朝鮮彈丸之地，自己連吃的都養不活，全世界不放在眼裡。最近改憲法遭到攻擊或金三胖家族被幹了，直接放核彈。我們看傻逼習近平，第一個任期比較慫了，相對來講看得見，但從第二個任期全任期和第三個任期開始階段，極端豪橫東升西降、戰狼靜態清零、全球第一等等，誰的面子都不給。所以大家能夠看得到，直到疫情結束，楊潔篪、王毅代表傻逼習近平跟美國白宮代表團談判，那臉都這麼着的，牛逼，那腦袋都是揚着的說話，超級牛逼，那臉上的表情我操，跟他們258萬似的。
不得了不得了的。但是从去年開始，大家知道2025年從春節賀詞一系列活動，傻逼習近平開始慫了，很多國際事務中共再也不跳頭了。而到了2026年，特別是搞掉了張又俠之後，這傻逼就越來越慫了啊！各種發言稿、黨內媒體的內容，大家都看得出來。大家聽明白了嗎？啊，我再講一遍，中共領導的豪横和慫，只和他對於黨內統治集權力量的大小有關，跟這個黨下面的軍隊、國家、經濟、社會關係等都沒關係。那大家就明白了。就是黨內只有局面不穩定的時候，中共的核心領導人沒有底氣，控制不了黨，就控制不了相關的軍隊和國家資源，就必須得慫。這次傻逼習近平面對川普的反覆侮辱，一聲不吭，答應了大量的美國貿易需求，走了以後連屁都不放。明白背後是什麼？為什麼講歷史啊？知道了。就是他在中共黨內現在政治地位已經十分不穩定，比他的第2任任期和第3任任期開始差遠了。這個傻逼內心應該已經完全沒有當年感覺能把控中共幾千萬黨員東升西降跟美國掰手腕的狀態，完全沒了。我們看一下被這麼侮辱完了的訪問以後的美國簡報，剛才我念了，中國簡報發了什麼？這次川普訪華真叫簡報，核心內容14個字，我一念大家就樂了，叫平等互惠，總體平衡，仍在磋商細節。大家想想，開會前中共官媒嚷嚷台灣問題必談，結果侮辱成這個樣子，人都不搭理你，這還平等互惠呢？還總體平衡呢？這次會談美國給中國啥了？答應中國什麼東西了？這互惠平衡在哪？啥都沒給，但不能說，明白了？不能說。所以這個世界再說都是有規律的，你們學会看規律，很多問題就像我說的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就不管習近平這麼多年大量錯誤政策導致這個國家經濟社會的衰退或者嚴刑峻法導致黨內大量勢力存在潛在的反噬勢力，或者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最後能看見那個結果就是習近平對自己黨內的控制力越來越差所以很多事就只能眯着，再也不像當年了。安排大量事下去做的時候，也絕对沒有信心，所有下面的官員100%按照他的意志去執行。所以我為什麼前段時間說他叫夜不能寐，如履薄冰，人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在第2任期這麼牛逼，感覺完全控制黨的勢力的時候，到現在這麼沒有自信的時候，那现在這個東西心裡面得多難受，而且根本不敢用這種越界的行為去賭。台灣問題對他超級重要一直在通過官媒釋放說要談，結果發現這次來了，川普搭理都不搭理台灣問題，理都沒理的時候，他竟然都不敢說。川普你必須回答，你必須講，你讓跟我談貿易就得先回答這個問題，這話都不敢說不敢說談台灣是2國貿易交往的前提。為什麼？這個傻逼很怕這種時候去展現中共領袖力量的行為，川普已經侮辱他很多次了，擺明了我不在乎你，所以這時候他要展現行為，就可能導致川普用什麼更嚴厲的手段，造成整個在宣傳體後都抹不平的大裂縫，然後由此造成党內更大的反噬和分裂，局勢更不穩定，很多事情摁不住了，所以不敢就是所以为什麼這次我特別高興，侮辱習近平10件事，這麼侮辱屁都不放，那就真的是證明這傻逼在黨內的獨裁權力很不穩了軍隊為什麼也不給回饋也不宣誓效忠等等，都明白了。所以這個傻逼不一件事看不出來，現在看出來了，超級慫，黨內很亂很亂了
這傻逼怕自己外面的强硬政策會引起黨內的矛盾激化，局面徹底失控，忍着慫着厲害的話不得敢說，所以大家肯定应該很高興，就是中共垮台日子這種情況下應該更近了。當然也有人說這個台灣會不會成為這次話的主題這次這個美國的態度，川普說哎呀這麼遠的島會怎麼樣怎麼樣，了解川普就知道了，這都是话術。美國政府支持台灣，我們看見的是他真金白银的東西，不是模棱两可的话术。美国这届政府对台灣的支持是极其强大的川普的很多话語不看他說什麼，看他做什么，說的话就是用台灣這個棋子跟習近平玩，又拉又打，給習近平希望我可能台灣會讓步，然後滿足自己的商貿目的。那到底美國對台灣真正的態度是什麼？我們看看5月18號剛剛的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在福克斯新聞的公開講話，內容就明白了。約翰遜是這麼講的：美國必須持續對台軍售，持續深化美台合作，這對美國是至關重要的。下面這話很關鍵在這方面賴清德總統採取了負責任的立場，誇獎賴清德，直接就誇獎，這你什麼時候在美國眾議院議長這麼高層面直接誇獎？人就說了，下面的話，台灣必須稍微展示一下自己的實力，啥意思？鼓勵你武力展示，跟中共對抗。下面的話中國不能就這樣跑去把別人的土地占領了，對此我們將保持強硬和堅定的態度，美國國會也會這樣做。5月18號大家可以去互聯網查一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的公開講話，這就直接說到賴清德，直接讓台灣要展示實力，直接警告了中共，你們把土地去占了，我们美國保持強硬和堅定的態度。強硬是什麼？該幹你一定幹。堅定是什麼？這個態度不會改變。好吧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所以呢，就是美國的整個的白宮體系，你放心對於中共試圖佔領台灣這個事兒，絕對是強硬和堅定的態度。大家想都不要去想只有中共國的媒體傻逼用人家川普逗傻逼習近平的一點話來說這個東西。